最近呢，我把这个用了12年的干厨房做了彻底的翻新，还有一些硬件上的提升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干厨房的翻新过程。由于制作的工时有点长，影片也会有一点长啊，所以在这一集我会先分享这个下厨的制作过程，然后在下一集呢，我才会分享这个干厨房的安装过程。大家好，我是 YK。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 like 一下我的 Facebook page， 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。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OK， 这里就是我需要的板材。这些板材呢，我是叫那个工厂帮我切割成我要的尺寸。这个是厨身的板材，18mm 的。这是一面有白色的 PVC， 然后一面是没有的。然后这个边呢，我也叫他们帮我先粘好了。OK， 这是厨身的上下。然后这也是厨身的木材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台面的板材。OK， 这个是18mm 的Balau Solid Wood， 就是实心的木了。然后它的纹路的那个图案呢，跟那个宜家的拼接板材差不多一样。这个假如你去 IKEA 买的，它并不是实心的。它有两种啦，一种是28mm 厚，还有一个是38mm 厚，它里面都是那个颗粒的木碎板来的，所以我这个18再加18就等于36mm 的厚度了，所以是足够的坚固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组装了。现在开始组装了。我现在板材的前后标记上所需要的尺寸，是为了在安装螺丝时更容易的对准位置。这个橱柜整个设计灵感呢，来源于 IKEA 的厨房模组块柜体，所以无论在柜体的尺寸，还有板材的厚度，我都尽量保持与 IKEA 的一致。这不仅让整体设计更加美观，还能在未来需要添加配件时，方便的从 IKEA 找到匹配的组件。为了提升稳定性和组装的便捷性，我决定在柜体的上下部分使用2片完整的板材，这样不仅不必担心水平问题，柜体的牢固程度也会大大的提高。其实我是明白有些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会更加的省心，但如今要找到一个专业且负责任的师傅，竟然变成了一种缘分的考验。那些经历过花钱买罪受的朋友们，应该深有体会吧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，帮助大家避雷哦。
在制作台面时，我需要开一个洞，用于安装小水槽。这里我就会做一个小手槽，是洗杯用的 ，OK。第一步是用电钻在4个角先钻出小孔，然后再用跳锯将板材锯开。当转到实心木台面时，难度随之增加，因为实心木材更为坚固。这个时候，我需要放慢速度，确保切割的准确度和木材的完整性。虽说如此，但我每次使用跳锯都无法锯得很直。在这里呢，请教有经验的前辈们，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呢？虽然这个洞开到不是很美了，可是放进去是 OK 的，稳稳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做成，这里是喝水的吧台啊，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。对我来说 ，DIY 不仅是一种乐趣，更是一种满足感。你们看到我有那么多的工具，就是我对自制欲望最好的证明。我家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有些甚至连自己都忘了当时是怎么完成的。这次决定好好的记录起来，也希望能给更多喜欢 DIY 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灵感和参考哦。OK， 这个洗杯用的小水槽已经装好了，这个是它的样子，就是到时候这里有一个装置了，你这样按下去就洗那个杯咯。这个就是台面的纹路，木板的纹路，实心木看起来就是不一样。这里长出来的部分呢，之前我没有叫厂商帮我裁剪成我要的尺寸，是因为我要留一个以防万一啊，就是这个水槽假如割到有什么不美的状况呢，我就可以把这个移过去那边切掉。现在这个看起来都还 OK， 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会先把这里切掉。这个锯子呢是有一个雷射的盖，然后你先量准了，然后再夹住，让等下锯的时候可以沿着这个木板的边缘
锯得比较平整一些。然后呢，这个锯子有一个可以连接吸尘机的管子，当你连接之后，那个木屑就不会飞到满街都是了。好了，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就来切割这个多余的板材。哎呀，刚才在切割的时候没有按到录制的那个 button， 所以没有录到那个切割的画面。基本上呢，割的还算平整，都 OK 的。OK， 基本上台面的准备功夫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会打磨，然后可能这个边呢会把它做一个圆形，这个要跟我的朋友借那个 router 去切割啦，我没有这个设备，所以就要难一点。大致上是那个厨身已经做好了，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本来这个第一个框呢，我是要装那个阿问 ，OK， 然后第二个框是放那个饮料，可能放一些红酒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这个会做3个抽屉，然后这个呢是一些层板这样子啦。可是阿温跟红酒好像放在一起不太恰当，因为当我用阿温的时候呢，它会热嘛，这样红酒热坏掉，所以我打算把这2个兑换，就是这个拆出来，因为我是用那种模组化 modular 的 concept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换也是很容易，只是把螺丝拆掉，换过来就可以了。OK？ 或许你会感到好奇，为什么我的家看起来那么像电屋？其实啊，我的房子的布局确实是比较特别一些。前面呢是一片小小的花园，后面则是可以停放2辆车的小车库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样的房型在新山应该只有3、4个地方有吧。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原本就带有 roller shutter 的车库设计，这可以让车子免受烈日和雨水的侵袭。我这里呢有一些邻居会把车库改建成多一间房间，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喜欢 original 的设计啦。我觉得 original 的会比较实用，你觉得呢？ OK， 现在我把这个饮料架还有抽屉已经兑换了，所以现在是阿温抽屉、饮料架、层板，所以那个阿温的热应该是不会影响那个红酒的质量吧，因为这里已经隔了一个60公分的距离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OK， 厨身弄好了之后，现在我们来装它的脚。这种脚呢是可以旋转，然后调整那个高度。为什么要调整高度呢？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去 adjust 那个水平线啊。因为没有人会确保那个地上是 perfect 平平的。接下来要安装这个抽屉，抽屉呢我是选用这种骑马抽。现在要 study 这个说明书啊，有一点挑战。OK， 看怎样做吧，试试看。OK， 画好线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安装轨道。基本上呢，并不太难了，只是在底部，然后进去大概5个 mm 的那个距离就可以了。然后装1、2、3个。我的抽屉是400 mm、200 mm 跟200 mm 3个。OK。
OK， 抽屉大致上都装好了。现在我示范一下这个轨道应该怎么装啊。首先你看到它这边有个卡榫啊，看到这边有个卡榫啊，它就要对准这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单手操作有点难啊。OK， 只需要你把这个对准那个凹槽，对准之后，你就往里面一推，然后再推紧，然后你推卡一声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只要你要拆的话，你就直接拉上来就可以拆了。其实也不会太复杂，只是要将对准外面那片门板，那个才考功夫，那个需要花一点时间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准备安装这个是插进去那个抽屉的一个装置了哦。然后说明书是说离开旁边33，然后上去51，然后再上去32。OK， 我们就来量。你看到这个螺丝吗？这个螺丝是调整这个面板的左右，装上去之后可以调整的。然后来到这里 ，OK，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螺丝孔，这个它是夹住刚才我们锁的那个装置，你这样转回去，它就是松开，然后。当我们把刚才那个装置插进去，它自动会关的。然后只要你要拆开的时候，你才转。这个呢是调整那个抽屉的高低，门板的高低。只要一推，刚才叭一声它就紧了，然后就关起来，看一看那个角度，现在有点太低，然后我们就转，这个。然后就平整了，这样这个抽屉就装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装这个门。首先我们要装这个门的链脚，这个洞我是叫厂商已经帮我开好了，他们已经量好那个洞了，所以我只是把螺丝拧上去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面板是 aluminum 的，所以就不要用电钻，用手的会比较
不会伤害它的。由于那个面板是这种蜂窝组织的面板，所以它这个螺丝锁进去并不太牢靠，所以我把它原本的那个翘起来，我塞一个木块在里面，这样绑螺丝会比较牢靠一点。这样就非常坚固了。另外一边也是塞了木头，然后我们把铰链放好。OK， 两个铰链放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组装门了。组装门板的时候，我会先垫一块木板在下面，然后中间再夹一片木板，上面再夹一片木板，让它可以稳固的夹住，然后那个门板就可以很好的做那个alignment在这边了。现在我示范给你看一下。要夹住那个板，先夹住那个木板，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卡位，可以很好的放门板在这边了。OK， 就是这样放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锁那个螺丝。看到这个螺丝吗？这个螺丝是调那个门板的纵深，就是近处，然后这个呢是左右。把抽屉门板装上了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个盖板装好，那就完成了。另外一边也一样。OK， 搞定。以前我的厨就是不够抽屉了，这次我做很多抽屉。OK， 这里抽屉慢关的一个大的抽屉，中的抽屉跟小的抽屉。这个是那些一些放那个刀叉、筷子啊之类的。然后这个是放饮料，也是慢关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橱，里面呢，这里我会放一些过滤器之类的东西，然后这里接下来会再加一些层板啊。OK。
手工算不上很好，但是却是挺满足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把这个桌面打磨，然后再上一个透明的漆就可以了。之前呢，我是想把这里做一个弧度，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因为以后我会有咖啡机，所以这里有一个90度，到时我用那个 damper 去压那个咖啡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啦。所以这里我会用砂纸把它磨成不会硌手就可以了。OK， 基本上差不多完成了。首先我们要清理掉这些凹凸不平的木屑。By right， 我是要用那个 fouling 去把它磨掉了，可是我没有那个东西，所以我就拿刀把它清理掉。清理掉之后呢，我会用这个打磨机把它打磨平整，打磨光滑啦。然后最重要是要戴口罩啊。OK， 经过打磨大概半个小时，都很滑了，然后这边也不会割手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会用湿布把那些木屑清理干净，等它干了之后再油上一层漆，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大概完成了。在桌面漆的部分呢，我会用这种 wood stain。这个是有一点深色的，这个是蒙面的 wood stain 然后我会倒进这个容器，再加一点 thinner 去湿它。这个分量是阿嘎啦，这不是主菜。所以不需要太过精准的 recipe。先把一点进去，然后用一块布，你看到那个颜色的分别吗？油漆之后跟没有油漆，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最后的部分将底板安装好后，我会让柜子静置2个星期，让油漆的气味充分的挥发，再将它安装到干厨房里。完成后的柜子不仅实用，还包含了我满满的成就感。现在这个是抹了第1层油漆的效果，我总共会抹3层啊。现在看起来跟没有油漆之前有蛮大的分别了。OK， 最后我们把这个底板装上去就大功告成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做最后一个步骤吧 ，Let's go！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YK Kitchen， 我诚意邀请你按下订阅按钮。接下来我会分享干厨房的安装过程，以及更多关于美食的内容。这也是我的频道的核心主题。好了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